Pacific Palisades 这座美丽而宁静的滨海城市，一直以来都是洛杉矶最具魅力的住宅区之一。在过去的几期视频里，我们已经带大家领略了这里的法式、现代、当代等多种风格的豪宅，每一栋都有自己的故事。但今天作为本系列的收官篇，我们想带大家看到一栋完全跳脱所有传统框架，甚至让人怀疑是否来自现实世界的作品。它不是被建造在土地上，而是像从山林与树木之间自然生长而来。层层退台的建筑结构顺着地势铺展，仿佛大地的基底被重新描绘。光线在木纹与绿意之间穿行，风从山谷吹来，让整栋建筑仿佛在呼吸。这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 Hillside House， 不仅顺应了山坡地形，更将建筑、自然与社区无缝结合。建筑师以极富节奏感的线条与结构，将这片土地的隐藏力量勾勒出来，让它成为了一座你在洛杉矶几乎找不到第二栋的存在。今天就让我们随着镜头一起走进这栋几乎难以相信真实存在的建筑作品 The Jungle House。 首先跟大家介绍它车库的位置，停车坪，滑动的铁门拉开，这边其实并排可以停3辆车是没有问题的，4辆车可能稍微有一点紧。身后这边呢，不是车库了，他们管它叫什么？一个 casita， 等于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小单独屋。侧面呢也有门，可以直接到后院，就是如果有访客想去后院，从这边也可以。往这边走过来，从这道门打开过来，就正式进入它的前院空间了。我们是从停车坪这边过来的，可以看到它很多石柱都是用这种铁围栏做了包裹，整体来讲强调一些细节。从这边几个黑色的石台阶下来以后，可以看到我身后，感觉就跟进到了一个独立的小伊甸园花园一样，完全属于你的个人空间，非常的好看。但是镜头先跟我们过来一点点，这边呢就是它的这个 casita， 里面可以做成一个独立的卧室的，它有自己的淋浴空间、自己的迷你厨房，全部都有。它现在等于是一个会客区，也有非常好的景观，里面很多的装饰品、桌子的那个木纹的细节，包括屋顶刷的那些蜻蜓的图案，很有特点。再加上那个景观窗，看的景观非常的棒。再往下走2个台阶过来，这边的这个露台可以看到啊，其实往那边走还有一个小的板凳，可以坐一坐。那整个进来以后就非常的禅意，就像一个小的热带花园一样的感觉，大量的这种苍天的巨树啊，因为 Pacific Palisades 这边绿化本身没有任何问题。身后我才发现雷克身后还有一个小的 water fountain， 是不是？是。小的水景无处不在。那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画面，你敢想象吗？这已经到了你的前院了，整个前院的绿化就跟到了一个植物园一样。而且我们继续往下面走，顺着这边的台阶一阶阶的下去，它其实身后呢是停车的台阶空间过来。那我们到了这个小平台，其实我正对着呢是它行人入户的正门。你敢想象这是在城市中的一个房子吗？我觉得这栋房子是真正的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 hillside property， 它怎么沿着利用山坡的地势一点一点的把你的房屋搭建出来的感觉。包括这个行人的楼梯，整体的围栏有一点点日式 Zen 样的感觉，一阶一阶下来，每个台阶下面也有这个照步灯，一步一步可以走下来。2个楼梯组呢相呼应，整个包裹起来前院的绿化，可以看到周围全部都是这种苍天的大树，环境非常的好，你都不敢想象你现在已经回到家，回到前院了，而且还在城市当中哦。下到这个楼梯侧面呢，有一个步道，沿着这个蜿蜒的步道可以直接到它的庭院。
其实已经很漂亮了。这边的景观，包括这边还有一个小的露台啊，雷霆你有看到吗？刚才我都没注意，是都是连着的。还有一个小的那个敲的，那叫铃还是叫钟啊？小迷你的一个钟一样的，对，很漂亮，很别致，就很多很禅意的细节。那从这边走过来呢，从这个角度转过来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行人的步道是从这一侧下来，其实整个画面也很漂亮。它等于是2组楼梯带下来。那这个房子呢，我要说确实不适合很多人，但它确实有非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特点，而且它的设计和整个的自然环境的融合，我觉得在整个洛杉矶你是绝对找不到第二套的，这点可以确定吧？是不是？再从这边看一下整个的绿化，你会觉得包裹得非常好，已经感觉不到周围有任何嘈杂的这些人群或周围其他的房子能看到你，隐私也是非常的好的。我们继续往前面走，来到室内呢，和大家继续来介绍它的主要这一层的室内空间。它其实是分了不同的建筑了，上面那个 Casita 是自己的一个嘛，从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小牌子，很有意思。楼下那个花园里面有很多这种小的指示牌，告诉你哪个区域是什么，就感觉像进了一个自己的园区一样的感觉，可以这么说吗？不是园区，是个 retreat。对，不能讲园区，讲园区就有点 KK 园区了。往这边来，首先呢，映入眼帘，一进门啊，双开门过来就是它的厨房的位置了。那它整体厨房的台面呢非常特别，用的是用黑色的水泥的材质，直接整体一体固定了，非常的漂亮，很现代，比较偏 minimalist。然后往这边整个橱柜的系统，它所有的橱柜呢都是DI Group 是比华利这边的一家公司，但它所有的橱柜材料全部都是从意大利进口的，也是非常的高端的。那所有的需要的洗碗机，对不对？米拉的洗碗机，包括上面漂浮的这些收纳，全部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sink， 岛台很大，也全部都做了这种摁开关以后可以自己升起来、降下去的电源，为了大家方便使用，而且整体会显得更加的 minimalist 一些。往这边。米拉的 cooktop， 但它这个就不一样了，它整个完全坐在了台面里面，因为可能本身就是黑台面的原因，再加上它这个 burner 本身也是周围都是磨砂黑，所以感觉和这个灶台和台面融入的更好，真的就像台面里长出来的 burner。是，它有排风吗？应该就是这个米拉这边了，对不对？米拉这边能选一个最高能到15档，从这边抽风。这房子通风够，所以我觉得前后。不太需要，说实话，对对对。然后再往这边走过来，有更多的储物的空间。那可以看到，橱柜实际上都已经做好了，里面也都做得非常的完整，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需要的冻箱在这边，冰箱刚才路过了，在另一边，2个烤箱在那边，这边还有额外另外2个烤箱，全部电器都是米拉的。往身后这边呢是下楼的，去下一层的这个楼梯，从这边可以下去。往这边岛台的2侧呢，同样。也是这种 pop-up 的开关，可以方便你选择更多的电源嘛。从这个角度，实际可以看到它1楼的空间蛮简单的，那进来以后就很小清新，像度假的感觉。Tulum， 没错。一会儿给大家更多介绍一下设计师的东西。那我们看一下院子，房屋整个和室内室外的交互感是非常好的，而且他们家拉门很有特点，第一次见，一会儿我们详细介绍。这个也是用心的选择了。那从1层进来以后，你可以看到门正对的就这么大的一个露台，还不是最大的，看着这么棒的景观，而且你两边的树丛是你的 focal point， 把你所有的视野集中在远处，一直能看到太平洋。我真的是没想到这样的一个房子竟然还有一个，你可以算是 ocean view 了，可以看到海景啊，对不对？而且这套户外的就餐桌椅，巨大，巨漂亮。可以看原木的这种原木的材质，中间用的钢化的玻璃，我们2个人之间的距离，但是有点矮，是不是？它就是那种低 coffee table 的高度，偏原生态的感觉。那 Licky 的镜头，如果你们坐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从这个角度呢，其实一进门就是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这么棒的景观。因为两边的树丛的原因呢，也保证了你的隐私。这个环境能看到海啊，对，已经能看到海了，海岸线，也算是 ocean view， 对不对？又感觉住在森林里的感觉。这套房子我觉得真的是我们频道里看过所有房子里讲，我个人可以给它排到第1的位置的。我个人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是不是？我们继续跟着镜头看继续看室内。回到室内，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呢，它室内的这个桌子也是不小，
然后两边的拉门全部打开，室内室外的流通非常的好，等于这2组桌子或者茶几沙发形成了它整个的1楼的这个互动空间，是不是？对，被占满了，而且这也是一个水泥材质的嘛，包括这些桌子，哎，很有度假的感觉。刚才 Licky 为什么说 Tulum 呢？因为设计师 Claudia， 我们就叫 Claudia 好了，他们当时设计的这栋房子实际上是融合了很多墨西哥的元素在里面，度假的风格，让你感觉是在丛林当中的这种 jungle house 的感觉。对，它这几个桌子都是呼应的，包括它的那个餐桌也是一个风格。哎，没错，镜头里其实转过来可以看到，这是正门嘛，过来。那往这边其实已经可以看到了，这是他厨房还做了一个小的延展吧台过来。房子还有一个小细节，你看它出风的下面，它坐在了吧台的下面，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小细节。我们平时见的是不多的。它把线条上面屋顶尽量做得干净整洁了，但很多过渡的地方呢，也用了 LED 的灯带，在它的房梁中间做了过渡。镜头稍微过来一点，可以看到很多外露的支撑结构的这些木柱，全部都是刷了黑色。可以看到它所有支撑的柱子，这个厅里还不少哎，有个3、4个呢。而且到这一边它坐的区域呢，是整个一个2层挑空，在呢这边可以看到非常好的景观，远处的树林、下面的城市以及海、太平洋都看得到。那得力于它2楼呢，也全部都是用的不锈，也是用的钢化玻璃，所以都是 picture window， 自然光可以进来，整个空间很舒适。那镜头里可以看到身后刚才 Licky 有说的另外一个餐桌，就是它这屋子桌子都挺大，是不是？都是几个大桌子。那么再往这边走过来一点，墙上空间它摆了几个巨大的艺术品。刚才我就看这个蜻蜓的元素在咱们很多地儿都看到了，包括上面那个 casita 是不是蜻蜓的图案？那这个屋里面还有一些墙漆也是蜻蜓的图案，有什么具体的说法？那看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知道了啊？身后这边放了一个装饰镜。这个房屋的这个价格是包括它的所有家具的吗？可谈。没说 negotiable。然后从我的身后这边可以看到，门后面藏的是整个的空间的一个 powder room， 它的半位非常的漂亮啊。它里面一个斜出来的墙体的角落也布置了这种绿色的仿植物的这种爬藤，更多了一些元素带到里面，包括木板用的顶，实际上它就是楼梯间的一个楼梯里面的一个空间吧。对，他把它做考虑就利用起来，哎，充分的利用起来了。包括你看它的这个 sink， 整个选的材料造型也是非常的漂亮。它其实每个东西我觉得选的都非常的用心，而且从这个画面里面，身后呢就是上2楼的楼梯，从这边可以过来看到2楼也有自然光的天窗，引入更多的光线，墙上呢也有这种植被墙的设计，漆呢也都是手刷漆的图案。2折的楼梯上来，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坐落空间，从这边也能看到一些艺术装饰品，也非常的漂亮。从这边也能看到更好的景观，而且往这边走，其实再往前面走呢是它的主卧室的空间。但其实这个画面里可以看到，它很多空间的利用确实很漂亮，而且一开始进来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个大挂灯，这个挂灯也很漂亮，很特别，对不对？包括它整个的颜色的搭配、材料的使用，包括这些小的做的 moment 做的都非常好。今天这个房子可能会稍微啰嗦一些，房子不是很大，但真的细节太多了。那打开这个门呢，其实这个房子严格来讲是个双主卧室的设计，这是它其中的一个主卧室。我们往前面走过来，这边已经能看到它睡觉的区域了。先跟着我们镜头呢往这边来。打开我的左手边是它的一个室内的一个衣帽间，也做了 LED 的漂浮的这些灯带，整个的储物空间也非常的好。上面也有一个自然光的天窗，可以采进来更多的自然光线。而且再转过来是它的卫生间，这个卫生间我觉得，就很符合墨西哥也好，或 Tulum 也好，或者是坎昆那边的度假风格酒店里面的感觉了，是不是？包括这些小的装饰品。一过来可以看到，因为它房屋很多顶是这种斜线的线条。我正对的这边是一个shower room，里面都是黑色的裸卵石做了铺垫，从上到下铺得满满当当的，非常的原始，非常的自然。那更不用说的是这一套漂浮的 vanity， 非常的漂亮，整个铺的一个表面也是石头了，但是很漂亮。整个的包括它的五金件都非常的简洁，2个圆形镜上面各有一个天窗，可以采到更多的自然光。小特点之一，这个浴缸还挺有意思的，是形状非常有意思，它给你一种漂浮的感觉。对，当中就一根柱子把它给撑起。对，它这个柱子是那个下水，它不会
怪吗？我就想承重如果都在那边，哦，它是这两边固定在墙体，固定住，对不对？两边固定住的，感觉像香蕉船一样。还有上面这一批植物，就感觉像是活的吧？活的，对，这感觉真的像在 jungle 叫丛林里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是。就这个房子很多这种类似的画面太多太美好了，真的是很值得和大家分享。我们继续看他睡觉的区域。睡觉的这个区域也可以看到，整个床的位置，包括它很多这个房子里面家具的搭配，都是设计师从哪儿？从墨西哥，反正全世界各地吧搜罗来的，对不对？也非常的不容易。包括后面你看很多这种原生态的木条的装饰，这个房子里有很多。那整个主卧室得力于它房屋的结构啊，挑空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可以看到这个主卧室的床的上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天窗。而且这个天窗上面那个遮阳棚是电控的，就是你能控制这个天窗的这个挡棚全部挡下来，或者全部升起来，这样你能看到整个晚上你抬头一看就是星空，非常的舒适。这边还画了一个应该手绘的吧？这是什么？这是个鸵鸟吗？对，非常的有意思。包括它床头灯我也真的好喜欢，很漂亮，跟那个大厅里面那个好像是呼应的。哎，有点呼应。那么镜头稍微转过来一点点啊。你可以看到它的主卧室里面做了一个 fireplace， 包括真的这种爬藤的植物、石块的这种搭砌，以及最让我觉得漂亮的是它两边的这些墙面全部都是用的木，就真的实木的木条切成这个横截面，然后一个一个的铺设铺得满满的，铺了一墙，非常的漂亮，很特别，而且加上这些石块，给你感觉更多的度假的氛围。我觉得这个房子是应该咱们见过的和自然室内室外融合最好的房子了。对，镜头再往前面走一点过来，透过这个主卧室自己的小的 balcony 这边可以看出去更棒的景观。哎，现在太平洋已经很清楚了，是对不对？再晚一点会更清楚，而且可以看到自己下面的院落的景观。这只是刚刚的第一层啊，我们再看它下面的 lower level。从它楼梯的位置下来，其实它楼梯的空间也都是用了这种钢化的玻璃采光进来的。其实左右手各有一个卧室，都有不同的主题。这个叫什么 ？Panorama？ 对，是不是？就是景观。哎，然后我们左边这个是什么 ？Vineyard？ 对，是叫 Vineyard 吗？我不太确定啊，忘记了。然后往这边过来。可以看到，进到它的卧室，可以看到整体来讲尺寸并不能算很大，但它很有效地利用了这个卧室的很多空间，包括我的左手边这边，实际上这就是它的卫生间了。它整个的卫生间系统全部在这，算是半敞开式的。哎，你看它的洗手台就这么小，立在这边，而且它的很多水龙头，包括楼上一些水龙头都是这种简易的设计。正对着这边呢是它的马桶的空间，也是这种磨砂的玻璃门，直接能合上，里面放这些绿植的墙的挂画。让整个的氛围的颜色更跳一些。那这边呢，哎，就是它的淋浴空间了。这个小淋浴空间就，你说它小吧，感觉门不大，但进去呢，其实空间也够用。它就把整个的卫生间用，你看，就我身后这么小的位置解决了。对。那最大的亮点呢，实际上在这边。为什么叫边样呢？就是这个窗户打开了以后，正对的是它的葡萄园的位置。它所有的葡萄爬藤沿着山坡这边一直往下盖下去，从这边的窗户呢，你也能看到你家庭院侧面的景观，下面的这个热泡池，远处的小的户外吧台，整个的绿植把外面全部都包裹了起来，隐私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你看这边又有伸出去的这个挡棚，这就是前面正门侧面出来的那个小平台，所以它每一个设计都有它自己的目的和意义的，而且它这套门窗系统确实很特别。哦，这个窗跟那个门是一样的设计，都是一样的开的方式嘛，对不对？一扇一扇能够 stuck 到一旁边，依然所有的柜子我们能看到的全部都是意大利进口定制，看着不显山不漏水，但其实真的都是非常好的东西。那么再看它的另一个卧室。往这边它是有一个隐藏的空间，看起来隐藏，实际上就是它另外一个双主卧的另外一个主卧的套间。它外面这像是木板吗？
应该是一个合成材料，合成那种合成板一样，它都刷成的黑色，然后跟这墙体整体来讲融合的感觉还不错。这边有一个 picture window 啊，能看到旁边的大露台，一会儿出去看，包括再往下面一层走的楼梯也在这边。那打开这个门过来，这个就是它楼下的第2主卧。这个主卧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可以跟大家介绍。首先一进来，很漂亮的一套桌椅放在这边，正对着它的玻璃窗。它这个实际上是旁边的那个楼梯的过道的上面，它把两侧都给你上这种picture window， 等于你能直接看到外面的景观。所有的窗户都是有电子幕帘的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需要是都可以放得下来的。镜头里已经能看到了，很特别，一个吊床。这个吊床能盛1000磅，1000磅是不是？刚才忘了，但跟我们介绍是很牢，对，非常的牢靠，后面也有固定的，不会说一晃，咣就干到那个。感觉是吊着的。对，但实际上是给它固定好的，通过墙的那一边，而且通过这个窗户呢，可以看到园子里面他们的设计，对不对？对，正对着这个，还有它的 slogan， 对不对？叫什么 Beautiful Life 还是 Beautiful Home？ 能看到它的 slogan 吗？就到后面那个亮灯，整体来讲确实很漂亮，给你整体的感觉。但是窗户也是能下来，很多非常有漂亮的手工艺品挂在了墙上，给你带来更多墨西哥的风格。哎，看，坐上去试一试，给大家看看有多牢。它不会晃的，它完全不会晃的。它是看起来好像是吊着了，但是因为墙的那边是完全固定的。看，我大概150磅左右嘛，你就算吧，将近反正7、8个我躺在上面都没有问题的。按他的介绍，我们往这边先走一点，过来可以看到这是它的卫生间的空间。卫生间的空间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过来以后，它很多材质，包括墙面的涂刷，上面的一些材质的工艺品，包括镜子用的这种皮质的吊绳的吊挂，以及这边木板的很多花纹，这都是手绘画在上面的。包括这个漂浮的 vanity， 你看它很多木质的纹理的结构很漂亮。对，这跟很多它的一些家具都有呼应。那个经纪人说，90%的 furniture 都是 custom 的。对，都是为了这个房子去 custom 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有人买这个房子说不要这些家具啊，我简直就不能理解了。这 closet 的门关起来，其实也是一个隐藏一体式的，看不太出来。对。真的非常漂亮，而且那个你镜头要不然转过来好，你可以看一下，它这里面也有一个浴缸。你看这个浴缸呢，也是跟那个颜色是一个颜色的，然后这种变成半磨砂的材质吧，对不对？放在这边也是挂起来给你放毛巾的地方，整体来讲非常的棒。后面藏了一个shower的空间，这个shower空间呢，全部都是有 Steam 的功能了，所有卫生间都是有 Steam 的功能，然后所有的卫生间的地面都是有那个地暖、地热，是每一个卫生间都有。然后我们再往这边走，回过来就到了他睡觉的地方。可以看到，哎，这个房间作为一个主卧室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的舒适。我们一开始都没想到楼上那个是另外一个主卧室。我们来的时候先到这个卧室，我想哇，这是主卧室吗？他说啊，这不是主卧室，这是其中一个可以当主卧室使用的卧室。我说哇，你们这个房间能这个样子的吗？这是主卧室吗？这简直就是梦幻一样，非常漂亮的空镜，也是这种悬浮的，跟刚才那个卫生的有呼应的一样的材质。然后里面也做 LED 的灯带，做了一定的点缀。然后跟大家特别在这边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门窗啊，这好像是圣地亚哥的牌子，是不是？对，它是圣地亚哥的一个 local 的公司。哎，真的，我第一次见它这样的门窗，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它是怎么开合。你看，它这边转过来，有轨道的贴进来 ，OK， 然后它会滑过来，推到另一边。玩那个 puzzle， 哎，一个一个的，你要挪开了，滑融道，是对不对？这种感觉嘛。像这边这个也是，你推进来，而且它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密封做的特别好，就是你看每个窗户都做完了以后，严丝合缝，是上下呢给您一种 frameless 没有边框的这种感觉一样，这个真的是蛮特别的，我特别喜欢他们家所有的这套门窗，很特别。我们镜头再往那里走，来到这一层呢，就是它的户外大阳台。从这边，这个房子我觉得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它的这个隐私。
转一圈，全部都是树植被，对，其实都是人家，都是房子，但他们看不到你的，你也看不到他们的感觉。哦，忘说了，旁边有一个楼梯下去啊，能直接去花园。这个房子的花园，这种错层结构的花园里，应该算是数1数2的了。然后你就说，哎，这种户外的小家具桌椅，你买房子你不留下来吗？这个属于 fixture 吧？它都地上有固定住吗？它没有固定住，但是可以可以固定住的，是有钻那个钉子的孔的。对，你去哪儿坐嘛，对不对？你再往这边走，再过来，这边有更多的太阳椅的位置，你可以躺在这边做一个太阳浴，都是可以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房子也很漂亮。那景观呢就不多说了，其实刚才已经看到很漂亮。我们镜头稍微再转过来一点，从这个角度，从这个位置看一下这个房子，非常的漂亮。那这里呢，我想把房屋的基本数据呢给到大家。房屋的要价1750万美金，刚刚调整过价格。占地0.5平方英亩，6房8个卫生间，给你这样的一切，真的非常的美好。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房子，我很难想象它是在洛杉矶 Brentwood 旁边 Pacific Palisades 有这么一个地方。侧面有这个楼梯，直接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后院，更多座的区域，所有的树都是直接。哎，有一个小细节 ，Licky 咱横着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很多的植被，为了保护它，你看。全部都让开的，对不对？专门切进来了一个地方，所以它所有的你可以看到这些树都是原生的，没有任何问题。那这边还有这么多的葡萄园，你想种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我们镜头转过来这边呢，哎，这就是一下楼左右2个卧室嘛，这是右手边的卧室，同样也有这样的拉门，可以全部都 stack 在旁边的一边，整体的搭配呢相对也比较简约。尺寸呢确实稍微小一点，但绝对是够用的。你像你睡在这边，看着这么棒的景观，躺在床上就可以看见太平洋啊，一点都不夸张啊。旁边这边所有的收纳衣柜的系统在墙这边，往这一侧呢是它的卫生间。这个卫生间我觉得蛮特别，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它淋浴的地方，是有一个小窗户的，那小窗户能打开看到侧院，隐私没有问题的哦。往这边还可以看到它的镜子。它的洗手台旁边，洗手台挂毛巾的位置，以及它这个洗手盆，整体都是非常有特点的。我觉得整体这个房屋的每一个卧室和卫生间，都有很多的细节可以和大家分享。而且没看完，我们再往下面还有一层可以和大家分享。下到它最下面一层，实际上它的刚才那一层和这层之间有一个小的过道的地方，是它的洗衣房。洗衣空间也有那个洗碗槽，不是洗碗槽，洗衣槽。但你说这个房子，我确实能想象到有很多人会吐槽说，这么多的阶梯啊，生活不方便这些。但你相应，我觉得给你得到的这些东西是你在平地上的房子是给不了的。可以看到整个的墙面呢，这个全部都是手绘的。我开始以为是墙纸啊，结果是整个手绘的。打开呢。这是楼下这个空间的一个半卫空间，这个半卫空间整体呢比较偏简约的风格，很像那种度假酒店的感觉。上面也给你挂了一个假的植被围起来的灯，显得更加的柔软一些，更加的偏自然一些。哎，小的鹿头的挂饰还挺漂亮的。再往这边，这个门呢现在是关上的时候啊，看不太出来。实际上打开呢，后面有一个空间的。其实可以当一个卧室套位，也有非常好的景观，可以从那边侧面直接出去到下面的桑拿的空间，你把它当办公室也可以，或者一个冥想的空间、活动间都可以，因为它有自己完整的卫生间，卫生间做的也蛮不错的，很细致。然后这是它整个下来的活动空间了，下来的活动空间做的区域。非常棒的一个大的 picture window， 依然给你很棒的景观，可以看到太平洋以及下面的树林，远处的城市都能看得到，非常的好看，以及自己下面的日式小针燕已经能隐隐若现，可以看得到了。所有的窗户都是有电子幕帘可以放下来，而且这边它还多给你了一个就是电影的那个 screen 的 projector， 对。就直接就是这里的电影院了，没错，就是你需要的时候多功能放下来可以当电影院使用是完全可以的。这边呢还有一个小的门，打开直接去它的侧院，往下走呢通向后院，然后旁边这边
你说有点多余吗？没有啊，这个你说有这个了，还需要它吗？啊，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在特定的活动场合下很方便嘛。这个因为人多的时候，对啊，让它的室内交互感更强吧。啊，这边还有一个小的酒吧啊，楼梯下来一个简单的小吧台，在这边喝点东西都是可以的。这边也做了一些墙上面的装饰品，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它房屋的一些承重以及一些固定的这些材料呢，外露的这些大缆绳、大钢筋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其实这房子有一些工业风的底子，是不是？对，而且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热泡池，这是它后院的一部分。整个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热泡池的位置不小的尺寸，可以这么厚啊哈。你泡在这个位置，后面呢，你看还弄了个小的菩萨流水，听着后面流水的声音，泡在这边，依然透过这个角落也能看到一些些许的景观。对，所以它讲究真的是蛮讲究的，它这房子就太多地方可以待，很舒适的角落了，对不对？往这边转一点过来，从这边的楼梯呢，可以看到就是从2楼的大平台，从这边可以下来，也可以从就是车的停车坪那边侧面的门下来，也可以从这边一直到你的后院，因为这个房子的后院才是它最大的亮点之一。那往下面走之前，从镜头里面已经能些许看到一些了。我们要先看的就是这一段。其实当时在联系这套房子的时候，真正吸引到我的其实就是这个小画面，太美好了！你应该想象自己家后面的画面吧，有这么一个区域，这种原木材质行李做的一个小的弧形伸出去的桌，哎，坐在这边几个好友和你的爱人。在这个小的葡萄藤下坐这边喝一个红酒，看一下远处的景观，哪怕欣赏自己的院子，都是多美好的一个画面。我觉得这是特别舒服的一个地方，尤其是下面用的是这种小的碎石子做的铺设，我觉得就非常的应景。我们现在下到它的这个院子里面了，这个院子太多惊喜可以和大家分享了。首先一下来有一个小的水井，往这边镜头稍微转一点就可以看到了啊，这边是它一个室外的一个桑拿 therapy， 就是那种泡冷的和泡热的都有在这里面。往那边是那个楼梯，可以直接上到上面的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控制的那个房间的那一层，或者从上面一直到最上面，好像从那个楼梯都能上得去。那让这边走过来2步，这个房子就有很多小的这种 moment 给到你，让人觉得就哪儿都能待，哪儿都很舒服。下面整个这个大的这个食堂就不说了，已经很漂亮了。包括下面小桥，你看这个树它包了很多的灯带，往这边延续走，你看那有一个观星台，那边还有一个望远镜，你看到了吗？对，你可以坐在那边，也是一个小的角落。就这个房子有太多这样小的角落呢，可以让你和你的爱人、你的家人坐在这边去享受你们自己这个私密的小空间了。而且这个小平台往这一挡，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你整个的后花园。我们一点一点和大家来分享。沿着这几个小台阶下来，小路标，很多地方都有小路标啊。往下面走过来，这边呢就正式到它的庭院了。哎，那个乌龟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它跳水里了。这个就是真的吗？哦，真是真的。啊，就它嘛，它又上来了啊！我操，怎么这么活跃啊？人杰地灵啊，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乌龟都要成仙了。很大，又不正经了。继续看，从这边呢。其实它整个院子呢是这种环形的步道，有2边包裹的中间的这些景观和设施。我们先往这边走，可以看到眼前呢就是这个小的胖，就管它叫乌龟池好了，因为主要是养这个龟的嘛。那流水呢顺着这边一层一层的往下面走，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呢，沿着这个小道，这边所有的石阶2边都是用这种鹅卵石刷黑的样子过来的，很多这种小的松柏、迷你松柏，沿着这边的溪水啊。往下流到下面这边呢，还有一个小的栈桥。这个小木桥正好呢是在它房子居中的位置。从这个角度，哎，看到下面的流水、池塘以及整个的房子周围的绿树全部围绕起来。从下面的zhen院上来，一走的这边就是上面另一条围着这个花园的步道，也是一个葡萄爬藤葡萄架了，中间有坐的地方。
那到尽头呢，这两边上来交汇的地方呢，就是一个小的平台，一个 fireplace。不小哦，那么大的椅子。哦，对哈，你其实严格来讲放六把椅子不算小的位置。那边有小的这种供暖的设施，对不对？而且这个房子基本上都已经介绍完了。另外还有一个小的地方，最后的小地方小特点。哎，这属于一个冥想或者给你找寻更多灵感的地方，对不对？一个小的 inspiration， 远眺，看着远方，看着下面的这些庭院，都可以的一个地方。在 Pacific Palisade 这栋 Jungle House 为我们这一系列在该城市的开箱视频画上了完美的句点。再次感谢大家一路陪伴，让我们共同领略了这些独特的豪宅，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期待未来我们能与大家一起探索并分享更多充满灵感与特色的豪宅建筑。我们下期再见。 When the wind is blowing strong and the nights a little colder, when you're tired of walking on with the smoke still in the sky, when all the noise from your day tries to crowd out all your peace, let my voice sweep you away as you're drifting off to sleep. And I say love, I'll be your lullaby. And I say love, I'll be your lullaby. And when you're feeling all alone and my arms aren't there to hold you, and every step away from home seems like it's further